大家好，欢迎来到大 logo 频道。核心团队今天公布重要网络公告和 V2 线路图。核心团队公布派网络开放网络计划于2024年实现，但是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取决于3个关键条件。核心团队高兴地宣布，如果满足以下3个条件，我们计划在2024年进入主网开放网络阶段，尽管没有具体的日期。这也符合核心团队一贯的谨慎的做事风格。这3个基本条件是通过先锋、社区开发者和核心团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这次的公告非常重要，希望新老先锋详细观看。这些条件是基于 Pi Network 的长期目标和战略，并考虑了他们在2024年内取得成就的可行性。2024年开放网络的条件1，按照 Pi Network 的一贯策略，完成技术、产品、业务和法律方面的任何开放网络准备工作。除了商业和法律方面的工作外，此类准备工作的大多数技术和产品里程碑都列在今天发布的 V2 路线图中的不同项目下。V2 路线图还排除了一些技术和产品里程碑，因为出于安全原因，或者因为它们与稍后发布的引申项目有关。今天发布的 V2 路线图将在后续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里程碑的状态，即它们是在历史进行中还是未来管道中，也将在全年不断更新。实现此条件的工作将主要由核心团队完成。截至目前，我们正按计划满足条件1。条件2，在网络 KYC、迁移和实用程序创建方面实现以下目标。这一条件与2021年12月发布的 Pi 白皮书更新路线图章节中的封闭网络目标一致，例如在主网区块链上达到 KYC 身份验证先驱的临界质量，并在 Pi 生态系统中拥有 Pi 加密货币的各种效用。这些目标对于开放网络和生态系统的成功至关重要，这符合 Pi 的愿景，即在 Pi 的推动下，建立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点对点生态系统和在线体验。以下目标里程碑有助于具体说明这些封闭式网络目标的含义。根据我们社区的要求，同时考虑社区在2024年内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性。满足此开放网络条件的具体目标如下： KYC 和迁移1500万先驱者已通过 KYC， 包括完全和暂定的 KYC， 和1000万先驱者已经迁移到主网。效用：100个真正的 Pi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1. 在主网上或已准备好主网； 2. 符合 Pi 平台政策； 3. 解决真正的需求并为 Pi 生态系统带来实用性；以及 4. 是一个独特的应用程序，即不仅仅是演示应用程序或其他 Pi 应用程序的未修改克隆。作为参考，目前关于上述变量的数据是800万 KYC 的先驱者，包括完全和暂定的 KYC 390万迁移的，以及大约40个我们初步认为符合上述标准的真实 Pi 应用程序。尽管测试网上还有更多的 Pi 应用程序或满足上述标准的子集，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在年内改进以符合资格。这种情况将主要由社区在核心团队的支持下的分散努力推动。虽然核心团队将继续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但要实现 KYC 和迁移目标，社区将需要社区通过分散的努力动员起来，让更多的先驱者加入，重新参与、申请、验证和通过 KYC 流程，并完成他们的主网清单进行迁移。效用目标依赖于社区开发人员在核心团队的技术、产品、设计、计划和指导支持下，按照 Pi 政策构建和启动 Pi 应用程序。条件3，缺乏不利的外部环境，这将阻碍开放网络的成功。简而言之，世界事件会影响货币， Pi 也不例外。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确实控制着我们的发布，并且不会因为鲁莽地转向开放网络而危及社区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开放网络的时机需要纳入这些核心团队或先锋社区无法控制的全球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危机、不利的法律或监管发展、行业不确定性、流行病、战争或任何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或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不适合开放网络的推出。
这3个条件将有助于确定开放网络的时间。我们希望网络能够在2024年实现这些目标，通过我们的去中心化努力，并且没有不利的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开放网络可能会被推迟，以确保所有先驱者更成功的过渡。总而言之，开放网络的启动和时间安排的决定将最好的服务于派的愿景、社区和网络。我们知道，这一宣布将在派社区中引起欢呼和兴奋。我们希望每个先驱者都能承担起帮助实现上述目标的责任。我们祝愿所有先驱者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年终假期，并利用这些信息真正与派和我们的社区互动，为2024年的开放网络而努力。以下是此公告的一些重要问答：能否保证开放网络将在2024年实现？不，没有这样的保证。但是，此公告分享了核心团队对开放网络迁移的真实计划和流程。它还阐明了我们实现开放网络的更具体的条件和里程碑，以及这些条件和里程碑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和主要驱动因素。明确的责任分配指导着富有成效的执行。如上所述，这有赖于核心团队、社区开发者和先锋的集体努力来推动我们渡过难关。即使核心团队和先锋队满足了其中2个条件，不可控和不可预测的环境因素，即第3个条件，仍然可能迫使网络停留在封闭网络时期，并继续建设，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Pioneer 社区如何为我们迈向开放网络做出贡献？2024年的开放网络搬迁取决于您，尤其是条件2中列出的目标。先锋的贡献对于 KYC 主网迁移和公用事业目标都至关重要。对于 KYC， 您可以1首先完成您的 KYC 申请和主网清单；2在您通过 KYC 后验证可用的 KYC 申请，以及3邀请您的安全圈、推荐团队以及您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或任何人完成他们的 KYC 申请并完成主网清单。对于公用事业，如果你是一名开发人员，1你可以从各种可能的用例中为这个拥有数千万先驱者的社区构建一个 PyApp， 而无需任何区块链经验。如果你不是开发者，2你可以邀请来自你的个人和专业网络的开发者，在我们的开发者大使计划下创建一个 PyApp， 并获得1000 Pi 的奖励。实用程序不仅被创建，而且被使用。因此，无论你是否是开发人员，3你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支持网络效用目标： A 在 Pi 浏览器上使用 PyX， B 通过 Pnet 向全世界分享 PyX 内容，甚至 C 在本地企业中使用你的 Pi。 为什么 KYC 和迁移目标可以由社区实现，并主要取决于社区？最重要的关键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先驱者都有资格申请 KYC， 并且大多数申请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 KYC。 因此，随着超过4700万成员的社区不断壮大，1500万 KYC 通过和1000万迁移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虽然核心团队对条件2的支持工作将继续专注于解决卡在 KYC 流程中的极端情况申请，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网络层面的事实，即极端情况的长尾不会是实现 KYC 和迁移目标数量的最大驱动力。条件2中的这些 KYC 和主网迁移里程碑将主要依靠社区通过分散的努力来动员自己，让更多的先驱者加入、申请、验证和通过 KYC 流程，并完成主网清单进行迁移。KYC 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某些账户会有延迟？正如2021年12月白皮书和许多 KYC 公告如1、2、3所传达的那样， KYC 的目的是通过防止虚假账户、违反政策者和不良行为者通过，同时允许诚实的矿工通过，并确保网络的完整性，并遵守反洗钱法规等法律，通过防止受制裁的账户通过。在确定账目时，将对少数申请进行额外的审查和检查，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其处理时间，以确保尽可能公平和准确的结果。需要额外检查的此类账户不一定是虚假账户、违反政策者或不良行为者，但确定此类账户可能比平时更困难，因此需要额外的时间。
解决 KYC 应用程序中的极端情况，让诚实的先驱者通过和迁移将是2024年核心团队的主要关注点。这将包括为卡住的申请提供信息和后续步骤，并通知申请人任何拒绝。哪些类型的派应用不算作条件2中效用目标的真实应用？如果应用程序只是其他派应用程序的复制品或实例化，没有有意义的区别，违反派政策，不打算真正吸引用户，或者没有为派生态系统带来效用，则不计入100个真实派应用程序的效用目标。什么是真正的派应用程序的标准将在全年进一步校准。什么是开放网络？2021年12月28日 Pi Network 以封闭状态启动了其主网区块链，这意味着主网处于活动状态，但带有防火墙，可防止任何不必要的外部连接。迁移到开放网络意味着防火墙将被移除，允许任何外部连接，例如连接到其他网络、钱包以及任何想要连接到派主网区块链的人。API 调用将不受防火墙限制， Pioneers 将能够运行自己的主网拍节点和 API 服务。阅读2021年12月白皮书的更新路线。图章节，了解更多信息。我们如何知道2024年实现开放网络目标的进展情况？2024年，核心团队将通过路线图本身和或公告不断提供有关条件1和2下网络进展的最新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先驱者和核心团队可以检查我们的集体进展，评估差距所在，并相应的集中精力实现我们在2024年实现开放网络过渡的集体目标。好的啦，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给我点赞并订阅大 logo 频道，以便随时获取有关 Pi Network 的最新信息。让我们一起期待派网络开放主网的到来，共同见证这一引人瞩目的财富时刻。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